在这个里边我们既然做到这儿了，那就一不做二不休，我们直接把这个游戏所需要的全部的场景切换在这里实现它。那么首先有一个事情值得注意，那就是我们可以创建一个 canvas 来代表 UI 层，同时呢，我们可以给 UI 层添加一个所在层，比如说它是128，是一个最靠近玩家的、最贴近屏幕的层级将我所有的 UI 内容添加在这个里边。下面呢，我们再创建一个状态图既然我们导入了这个状态图的插件，那我们就去创建一个很简单的状态图来管理我当前整个游戏的状态，或者叫做游戏的流程。这里添加子节点，添加一个子节点代表它当前的 root 根节点之后呢，我们这个状态图就可以很简单了，创建几个不同的状态。我们当前可以简单一点 menu 状态我们的一个初始界面，还有就是游戏状态。之后呢，我们让这个 menu 状态让它可以切换到我们的 game 状态。切换方式就是在这里选择 game 状态，然后这个事件叫做 game 或者叫做 to game， 这里可以写 to game， 进入到游戏状态。好，那么有了这个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在慢场景里面来实现它了。首先进入到这个 menu 状态的时候，我们让它创建一个界面 menu 的 UI 界面。那么这个 menu 的 UI 界面呢，我们可以提前的制作一下，制作起来也比较简单，只需要一个标题和几个按钮就可以实现。所以我们来在 UI 里边来创建一个吧，创建一个新的场景，是用户界面场景，起名叫做 menu form。首先给它添加一个脚本，在这个里边我们看一下需要几个按钮。正常来讲，我们只需要一个标签，里边写上比如说老李的像素平台就叫平台吧，这是游戏的标题。我们还需要几个按钮，通常我们一个游戏可能包括开始新游戏、游戏的设置和一个退出3个按钮。那么我们当然可以手动的去把这些按钮拖放过来拖动过来，去一个一个的摆放每一个按钮的位置。之后运行当前场景，可以看到大概有这样一个位置。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戈多引擎为我们提供的 UI 的容器。这里呢，按照我的习惯，我们可以添加几层容器。最外层在它的基础上添加一个 VBox。VBox 需要2个子的组件，这2个子的组件，第一个用来包括标题，第二个呢又代表一个新的 VBox 组件，里边把这3个按钮作为它的子节点。这样最外层的容器让它居中显示。上面的这个文字，我们给它一个字体，设置一下这个字体的大小，设置成45，并且给这个文字一个描边的效果。下面这几个按钮呢，让它们居中显示，也可以居这个中间这个居中吧。可以给这个按钮一个最小的长度，让它比现在我们看到的长一点，比如说120。之后呢，这3个按钮也可以给它的文字设置一个描边的效果。同时呢，为了防止它在一些平台上面我们导出这个游戏报错，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字体，这个字体不是系统默认的，而是我们导入的。这样呢，一个看起来差不多的标题界面就做好了。这里依然是给自己打一个广告，欢迎大家加入老李的知识星球，在知识星球这个网站上或者是手机 APP 里面搜索老李游戏学院，就可以加入成为我的铁杆粉丝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继续来看我们这一期的效果。在我们刚才所说的慢场景里边，我们首先可以将这个按住 Ctrl， 将当前这个场景拖出来，它会自动创建一个常量，而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去创建一个变量，这个变量就叫做 menu form， 给它添加，让它等于这个 menu form 场景实例化出来的，并且呢，将它作为这个 UI layer UI 层的子节点 menu form， 并且它就添加好了我们当前这个所谓的老李游戏平台的这个界面。好，那么现在要着手去处理这几个按钮，可以给这几个按钮改一个名字。第一个按钮叫 New Game， 第二个按钮叫 Setting， 第三个按钮叫做退出。第二个设置按钮我们暂时不去实现它，因此呢将它置灰，之后将这几个按钮拖出来，
摁住 Ctrl 拖到我们代码里边啊，但这个时候你发现它是美元符的这种get node 的方式，通过 node path 通过路径来获取它。那么我们也可以改成直接通过名字获取，只需要右键选择添加为唯一的名称就可以了。在这个里面啊，当我这个按钮被按下的时候啊，我们要进行处理。第一个，当 button new game 它被按下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处理？一个匿名方法，先写一个 pass 占位，还有我们的设置按钮，以及最后一个退出按钮。当然，退出按钮大家都比较熟悉了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获取当前的场景树 get tree， 要用这个场景树的退出方法就可以了，比较简单。而开始新游戏啊，需要通知上一级来完成啊。我们当前这个 UI 界面自己不具备开始新游戏的能力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告诉上一级啊，通过信号的方式让上一级来处理它。那么在man场景这个位置，当我这个 menu form 实例化好之后，我们可以把这个 menu form 它的这个信号，也就是我们刚才创建好的这个信号，订阅到这个位置，然后来处理它。处理它的方式，正如我们刚才说的，这个地方是不是需要一个 to game 的信号啊？因此，我们这里可以过来这个场景图，拖过来这个状态图，给这个状态图调用它的 send event 事件，然后 to game， 这样呢，它就可以切换到我们这个游戏的场景。那么在 game 节点里边啊，我们依然是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，需要有一些操作。什么操作呢？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这么来实现 for level 啊，等于我们想要默认的每一次创建新游戏的时候，都是让场景1啊，让这个关卡1实例化它，可以吗？所以我们每一次进入这个里面的时候，我都让它关卡1实例化。那我们需要把这4个关卡的场景拖过来，可以用一个数组来保存它们。那么这样我们可以创建一个 levels， 是一个数组，这个数组里面存放的是场景文件，把这4个场景拖过来改一下。这样呢，我们有了4个场景组成的4个关卡场景组成的一个关卡的变量。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到关卡1里边。因此呢，这里我们可以实例化关卡1，因此里边的第0个元素来调用它的实例化方法，实例化它。实例化好之后呢，调用我自身的 add child 添加子节点的方法，将这个关卡添加到我身上。与此同时呢，别忘了啊，我们当前从上面的这个场景里面退出来了，那我是不是要把这个场景给它关掉呢？如果我不关掉啊，我们当前我说的这个 menu form 这个场景给它关掉。如果我们不关掉，我们运行起来看一下，当我点击新游戏，背后的新游戏出来了，但是我前面的这个 UI 还在啊，我们当前这个界面还在，这个并不是我们希望的。所以在每一次点击新游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让它隐藏起来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可以在这儿来写，当我点击了 menu form 的时候，那我让这个 menu form 隐藏起来。好，运行新游戏，那么就进入到了我们的关卡。